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远征巴纳德恒星，作者瓦莲蒂娜·茹拉夫廖娃，选自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11期。我是一名宇航医生，已有3次宇航经历。我的职业是宇航精神病学。曾经，飞往金星要花1年多时间，飞往水星要近2年。后来，随着火箭技术的突破和离子发动机的出现，一般的星际旅行只需几天的航程，但恒星之间的一次旅行至少也要20年。宇航员在漫长的旅途中被迫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会引起紧张情绪，从而导致神经衰弱或神经错乱。任何消遣都无法弥补在宇航中的空虚感，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紧张而又有创造性的工作。为了使宇航员在旅途中感到有事可做，于是在宇航员的登记表上增加了一项，即著名的第12项业余爱好。我来到了西伯利亚中央宇航局档案馆查阅资料，想了解关于第12项业余爱好在宇航史上的情况。我向馆长提出了请求，他让我去查询巴纳德恒星远征记，罗宾船长的事迹会回答我的问题。接着我翻开档案，那段尘封的往事浮现在眼前。在那个年代里，远征巴纳德恒星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该恒星离地球达6光年之遥，在飞行过程中，前3光年的距离飞船得加速飞行，后3光年的距离得减速飞行。除去冬眠时间外，宇航员要在飞船上度过40个月。在40个月中，有38个月飞船的引擎得开足马力，全速工作。为了减少负荷，飞船不能带多余的材料。现在看来，这种冒险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在那时候，这是长途宇航的唯一办法。飞船所带的燃料经过精确计算，因此旅途上稍有滞留就会有致命的危险。从档案材料上看，此次远征的罗宾船长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另外几名船员分别是一对工程师夫妻、一位领航员、一位军医以及一位宇航精神病医生。这些宇航员各有嗜好，他们借此在漫长的旅途中消磨时光。船长的嗜好有点特别，他酷爱油画。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宇航员们以船长为中心，团结在一起。火箭点燃升空，向遥远的未知世界巴纳德恒星飞去。原子能反应堆工作正常，火箭在加速飞行。开始时，宇航日志中有些简单的记录：飞行正常，反应堆与各种仪器运转准确无误，燃料消耗与计算的数字完全一致。然而灾难却毫无预期地突然降临了。多年后的一天，反应堆运行忽然发生了变化，一支辅助反应堆不知什么原因增加了燃料的消耗。在那遥远的年代，人们还不知道原子燃料中极微量的混合物在控制反应和非控制反应中有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此时的飞船每分钟都在加速，必须立即做出决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立即返回地球。罗宾船长召开了紧急会议，5位宇航员悉数到场。船长知道目前的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罗宾开口道：这是一次作战会议，面对现在的情况，请各位各抒己见。宇航精神病医生说道：据我所知，到巴纳德恒星的燃料是足够的，现在只飞了不到1半的航程，为什么要返航呢？船长解释称，因为一旦到达巴纳德恒星，燃料不足，飞船将无法返航。目前只飞了1半的航程，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不过医生认为，如果继续前往巴纳德恒星，地球上发现飞船最终没有回去，会派出救援飞船。领航员表示，出发前大家都知道，这次远征
任务艰巨，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想着撤退啊！我认为前进，只能前进。最终2位工程师表达了看法，他们认为这次远征的目的是探索巴纳德恒星。假设大家会有所发现，但只有当地球获得了大家的发现时，这颗恒星的探索结果才会具有价值。如果飞船抵达巴纳德但无功而返，这对地球有何价值？他们又何必投入巨资来实施救援？而如果飞船现在返航，地球可以马上组织新的远征队再次出发。2位工程师认为此时应该立即返航。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终于船长开口了：我们如果继续飞往巴纳德恒星，即使救援飞船不来，即使燃料不够，也能返航。船长的话让大家显得无比诧异，他解释道：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要是大家现在决定返航，我们就立即返航。但要是你们相信我，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会想出办法和大家共度难关。船员们沉默着，大家都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摆脱困境。等到达目的地后，飞船将只剩下18%的燃料，可鉴于对船长的信任，大家都默认了继续前进的决定。飞船继续向巴纳德恒星飞去。从宇航日志的记录看，飞行中一切正常，也没有人向船长提返航的事。船长则一如既往镇定自若。2位工程师写给船长一份报告，报告是关于冷却系统发生故障的问题，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下面的意思：船长立即返航，犹未为晚。船长的批示是到达巴纳德恒星后检修，其言外之意是我没有改变主意。经过19个月的飞行，飞船到达了目的地。那颗淡红色的恒星只有1颗行星，面积与地球差不多大，上面却是雪窖冰天。飞船强行降落6次，才终于在一块覆盖薄冰的岩石上着陆。根据宇航日记的记录，整个行星死一般沉寂，空气几乎是纯氧的，没有任何动植物，气温达到-30度。即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掌握了恒星的结构和演变的许多知识后，那次远征所取得的资料对人类仍然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后来探索结束后，船长罗宾发出了返航的命令。在船员惊诧之余，罗宾开始解释，虽然飞船只剩下18%的燃料，但办法还是有的。首先必须尽可能减少飞船的载荷量，除飞船控制系统，一切多余装置都要拆下来。最初几个月的飞行燃料消耗特别多，这是由于加速度的原因，因此不考虑船员的适应问题，波拉斯号将以12级重力加速度出发。领航员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地面指导台的指挥是无法驾驶飞船的。船长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所以起航后开始几个月，飞行由地面控制，也就是在这个星球上控制，那就需要得有一个人留在这个行星，这是唯一的办法。工程师2人不能留下来，他们要负责飞船的正常运行。2名医生都应该与其他船员同行，领航员要负责飞行路线，因此只有我能留下来。所有的船员一时间陷入错愕之中。船长坚定地告诉大家，立即执行，这是命令。队员们痛苦万分地开始执行任务。飞船上的大部分暖房被拆下来安装在行星上，大部分电子仪器和物资也拆卸了下来，这样燃料就够到达地球用了。领航员在日记中写道，这次飞行真可谓是孤注一掷，但最危险的还是留在行星上的人，他比我们危险10倍、100倍。罗宾得等待几十年，等待救援飞船的到来。罗宾在行星上的住房是用飞船上的暖房搭成的，电子仪器和地面控制设备已经安装完毕。罗宾孤身一人在这四周冰冷一片凄凉的地方。飞船开始返航，宇航日记上记着，一切正常，重力加速度太大，但可以忍受。2天之后，
有这样写道：按预先的计算，速度不断加快。1星期后又写道：反应堆工作正常，地面控制减弱，在无线电波经过的路程上似乎遇到了什么障碍。接着在同一页上的下面记着：地面控制恢复，动力指示仪正常。那是船长正在用给他留下的生活能源来控制飞船，没有人能阻止他这么做，这就意味着他已经等不到救援飞船去救他了。多年后，飞船回到地球，就立即组织救援队出发。救援飞船到达那颗行星后，找到的只有船长冰冻的遗体，还有他留下的画。队员们默默地看着那些画，画上罗宾被周围的冰雪包围着，惨淡的巴纳德恒星发出的微光照射在冰雪上，但它的调色板上调的却是亮丽的暖色。看着这些卷宗，我忽然意识到，第12项宇航员业余爱好一栏上，罗宾的爱好是深深的热爱地球，热爱地球生活，热爱地球的子民。